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侯明昊這次真殺瘋了，盧昱曉譚松韻娜扎接力，這一年的心動你給了誰？侯明昊連軸轉霸屏3劇入青雲，與盧昱曉上演雙郎探戈逍遙，被譚松韻虐哭3生3世，玉名茶谷和古力娜扎演繹茶香權謀，不是簡單堆量，而是用劇拋臉證明內娛男演員的終極競爭力，是把每個 CP 都演成獨一無二的心動修羅場。打開手機全是那張臉，這事兒放在以前，我大概會覺得是平台系統出了 bug， 要麼就是我不小心點進了什麼粉絲特工 APP。但這一周，這恰恰是內娛最離譜又真實的現狀。講真，現在的遙控器根本不在你手裡，而在侯明昊的排片表裡。還沒從入青雲那股子相愛相殺的狠勁兒裡緩過來，轉眼又在逍遙裡被虐得肝疼，結果12月29日還沒來得及買紙巾，人家已經搖身一變在芒果 TV 的玉名茶谷裡當起了落魄狀元郎。這種連軸轉的霸屏節奏，不知道的還以為侯明昊是要在年底衝業績拿全勤獎，我就納了悶了。現在的劇宣都不給觀眾留點喘氣的時間嗎？咱這心臟又不是那鬆緊帶，能這麼來回拉扯？要是光看數量，你可能會嗤之以鼻，切，不就是堆量嗎？雙引號。但你要真鑽進劇裡瞅瞅，就發現這事兒沒那麼簡單。這根本不是簡單的劇海戰術，這是一場大型的百變大咖秀，還是沉浸式的那種。你說咱們觀眾也是賤，嘴上喊着看不過來，眼睛卻誠實得很，一邊罵着這更新速度是要熬死誰，一邊在被窩裡為了哪個 CP 更好磕吵得不可開交。咱們先別急着下定論誰是正宮，這事兒的倒着捋。就拿剛收官的入青雲來說，那是正兒八經的成年人戀愛。盧昱曉這次沒演那種哭唧唧的小白花，直接上了個女戰神號，那一身戎裝把氣質拿捏得死死的。侯明昊呢，演個心機深沉的醉球，這兩人湊一塊兒簡直就是兩頭狼在跳探戈，隨時可能咬斷對方脖子，偏偏還要在刀尖上接吻。這就是我不愛看那種工業糖精劇的原因，看這倆人互撩，那才叫有點意思。尤其是那個被刷爆全網的浴池吻，還有那生死相托的眼神拉絲，網友給起的浩瀚宇宙這名字我都想給滿分。那種勢均力敵的張力，讓你覺得這倆人不用說話，站那一瞥就是一出大戲。現在的觀眾不傻，誰演戲是在走過場，誰是真的把角色揉碎了吞進肚子裡，一眼就能看穿。這口氣還沒順下去呢，轉頭一換台，好家伙，逍遙裡的畫風突變。你要是剛看習慣了他那一肚子壞水的樣，再看這劇裡那個被捅死2次都不長記性的妖王，真能精神分裂。譚松韻這次也是狠，一人分飾2角，前世冷得像冰塊，今生又成了小太陽。咱就說這個設定，銀髮赤瞳的妖王碰上古靈精怪的小太陽，這哪是談戀愛，這分明是在給觀眾的淚腺上刑。那3世輪迴的紅線特輯一放出來，我是真看到有人在評論區嚎，我就問侯明昊欠了編劇多少錢，非得這麼虐？雙引號。這種劇就是有點斯德哥爾摩效應，虐得越狠，觀眾越是把頭埋進去不出來，好像不哭夠一包紙巾這劇就不算看完似的。這還不夠亂的，昨兒個芒果 TV 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把玉名茶谷給抬上來了，這回對手換成了古力娜扎。我就想問問，這算不算是顏值界的核打擊？娜扎那張臉往那一擺，氣場就先把屏幕給占滿了。侯明昊在這戲裡倒好，失憶了，狀元郎變成馬夫，這種落難公子的戲碼雖然老套，但架不住好用啊。你看他在茶香裡跟娜扎鬥智鬥勇，
那種想愛又不敢愛，隔着仇恨和誤解的小眼神，就像是一壺在那慢火燉着的普洱，剛喝一口有點苦，咽下去才發現是回甘。這裡頭還夾雜着商戰、權謀，咱內娛現在的編劇是真敢塞，什麼料都敢往一個鍋裡燉，也不怕把觀眾撐着。這3部劇放一起看，特別有意思。很多流量小生演戲，演了10部劇，仿佛在玩找不同，除了髮型換了，表情像是扮永久紋上去的。但侯明昊這一波操作，多少有點想撕標籤的意思。他不跟你玩虛的，每部劇換個女主，就像換了個靈魂。在盧玉曉面前，他是危險的狼；在譚松韻那兒，他是痴情的妖；到了娜扎這兒，又成了隱忍的臣。這種劇拋臉的屬性，才是這波霸屏能讓人看下去的根本原因。當然，咱們也不得不聊聊這背後的門道。為什麼資本和平台這麼急吼吼地把這一堆劇往外扔？有人說是巧合，我覺得更像是這一屆觀眾越來越難伺候了。單一口味的甜寵劇已經不管飽了，現在的市場就像個吃慣了大魚大肉的老饕，你的變招法地上一桌滿漢全席。這3位女主，頂流也好，實力派也罷，其實代表的就是3種完全不同的市場需求。想要刺激找盧玉曉，想要虐心找譚松韻，想要顏值盛宴找娜扎。至於侯明昊，在這個局裡更像是個萬能接口。這也暴露出內娛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，現在的男演員拼的不再是誰長得更帥，雖然這很重要，而是誰的適配度更高。那種不管是把這一代最火的小花誰扔給他，他都能給你接得住戲，並且還能把 CP 感炒熱的人，才是現在的硬通貨。說到底，這對演員也是個極其殘酷的考驗。這哪裡是在演戲，分明是在修羅場裡摸爬滾打。要是稍微拉胯一點，都不用黑粉噴，這一波高強度的對比直接就能把人給比下去。你看網上現在吵翻天，有人戰浩瀚宇宙的雙強，有人哭死在逍遙的輪迴裡，這就說明他這一仗算是打贏了。如果3部劇播完，大家只記得侯明昊演了好幾部戲，卻記不住這3個 CP 的區別，那才是真正的災難。我就在想，咱們在屏幕前看着這一場場愛恨情仇，嘴上調侃着誰是心動 CP， 心裡其實都有杆秤。這大概就是追劇的樂趣所在吧。我們在一地雞毛的現實生活裡，居然還能替別人的前世今生操碎了心。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即便劇集扎堆，我們也樂此不疲地一步步追下去，因為只有在這些故事裡，深情才不會被辜負，所有的付出都能聽到回響。現在壓力給到評論區了，別光看熱鬧，這3盤硬菜全端上來，你是喜歡那口又辣又爽的戰地戀情，還是那個苦得掉眼淚的人妖虐戀，或者這杯剛沏好的權謀普洱？甚至下一部戲你期待誰來接這一棒？評論區趕緊聊聊，我也想看看咱們大家的口味是不是真的都那麼野。